为什么说了解一个人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可以深刻地了解一个人？中国式的家庭有哪些共同的特点？如何打破中国式家庭的不健康链条？今天我们继续读《巨婴国》这本书。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。今天我们读到的是中国家庭的外部轮回机制、中国家庭的轮回链条这两个专题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，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家庭的外部轮回机制，人都活在轮回中。按照佛学，万事万物都是在轮回中。作为中国人，很自然地，我们也都在中国式的轮回中。轮回的单元有单个的人、家庭、社会乃至整个文化。作为单个的人，我们的自我其实都是在更大的单元中被塑形。我们的自我是我们家庭的凝缩，也是社会乃至整个历史文化的缩影。认识家庭、社会与历史文化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，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潜意识深处，又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家庭、社会与历史文化。我们先说说理想的家庭结构。理想的家庭结构可以归到一句话上：夫妻关系是定海神针。也就是说，夫妻关系在一个家庭和家族中是要占据第一位的，而亲子关系要列在第二位，并且夫妻间有深厚的情感，他们的情感链接的质量可以在家庭中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。相反，有问题的家庭结构常可归到一种模式上：一个焦虑的母亲，一个缺席的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。说到这儿，你可以问问自己，我是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中？理想的还是有问题的？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有问题的，而且普遍有深重的问题。首先，中国人普遍的意识中，亲子关系才是第一位的。其次，中国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情感质量普遍都不怎么样。结果，我们的家庭模式多数真是符合了有问题家庭的模式：一个超焦虑的母亲，一个严重缺席的父亲和一个有问题的孩子。父亲的缺席有两种，一种是他们很少在家中，一种是他们虽然常常在家里，但他们对家庭是回避的，既回避和妻子亲密，也回避和孩子的高质量沟通。这还衍生出一系列问题，如健康的家庭，夫妻相爱都会祝福孩子走向自由独立，但我们的家庭普遍是阻止孩子追求自由独立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中国家庭的轮回链条如下。链条一：结婚。结婚时做选择的标准不是情欲与激情，更非爱与恋，而多是安全感。不仅长辈为儿女做选择时是这样，年轻人自己做选择时也是如此。结果是婚姻相对稳定，但缺乏情感。现代社会爱情概念已深入人心，绝大多数的小说、影视等等都是在讲各种爱情。但其实爱情作为一个主流观念，只诞生于欧洲。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·坎贝尔说，爱情作为社会的主流观念，在欧洲开始于13世纪，和个人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。爱情必须是两个个体忠于自己内心的产物，集体主义催生不了爱情，并且总是爱情的阻碍。想想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、陆游唐婉、许仙白娘子、牛郎织女，基本上都是悲剧，并且拆散这些爱情的力量多来自于家人。这一点在当代的小说中也有体现，比如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考虑家庭利益成了一对对恋人不能走到一起的直接原因。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，但中国式的家庭轮回中，这一个基石普遍没有打好。链条二：婚姻生活。婚后因为没有感情的滋养，也因为重男轻女令女性缺乏严重的安全感，导致妻子一方害怕孤独，于是去抓丈夫、控制丈夫，而丈夫觉得本来就缺感情基础，更不愿意被妻子紧紧抓住，那会让他重温幼时被妈妈吞没的噩梦。所以丈夫总是要选择逃走，逃走的方式可以是工作、爱好，或者是其他女人。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原因是一旦早期的激情期过去，看似平凡的婚姻生活是对两个人的心理发展水平的极大考验。但作为巨婴，两人相处很不容易，同时小家庭又被大家庭羁绊太多，都会导致中国式的婚姻生活太沉重。链条三：生子。妻子感觉到更加孤独无助，但她越抓，男人跑得越远。等有了孩子之后，
妻子终于发现，孩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他内心的空洞，于是他开始抓孩子，并且最好是个儿子。那么儿子不仅弥补了情感空洞，还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情欲的空洞。异性相吸在母子间一样存在。结果妈妈会把儿子抓得更紧，儿子被妈妈抓得很紧，那女儿呢？如果妈妈内心比较健康，则可能会有同样的待遇，也会被妈妈抓住。但若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则女儿容易成为妈妈的被讨厌的内在小孩的投射对象，被妈妈厌恶乃至虐待，于是造就了一个同样没有安全感，甚至内心空洞更大的女性。丈夫逃离妻子时，会愧疚与不安，也担心后院起火。当发现儿女可以填补妻子内心的空洞时，他们也会将女儿推向妻子的身边。所谓的恋母情节在中国出现了变异，爸爸甚至不与儿子竞争，而是迫不及待地将儿子推给妻子，这样他就自由了。于是他也参与造就了另一个自己。过去主要因重男轻女，现在则主要因为男人想逃离妈妈的潜意识的动力，导致做父亲的男人不仅逃离妻子，也逃离女儿，与女儿的关系也很疏远。这导致女儿即便在母爱这一环上有所改善，但在父爱一环上仍相当欠缺。于是女性对得到异性的爱要更为绝望一些。总结一下，也就是男孩得到的母爱表面上过多，但质量堪忧，普遍存在着严重的被吞没创伤，这令男孩表达情欲困难，并令男孩比较被动。而女孩得到的母爱和父爱比较少，容易有严重的被抛弃创伤，而他们虽然也有被吞没创伤，但比较少，所以相对男孩要主动很多。链条4，新一代的恋爱。这样的男孩女孩长大了，男孩抗拒情欲表达，抗拒亲密，同时很被动；女孩则不知情欲是何滋味，并因被抛弃的创伤而对亲密有强烈渴求，但又觉得得不到，所以找容易掌控的男人，也就是被动的男人。于是又重复了轮回的第一个链条，夫妻之间缺乏情爱。链条5，母子共生。妻子想抓丈夫，丈夫想逃，但这还不够，更要命的是婆婆也想抓儿子。而对于妈妈，儿子意识上还不能逃离，由此催生了一个独特的中国式现象：儿子必须和妈妈粘得紧一些，不能逃离；儿子和儿媳疏远却成了可以被接受的现象，唯独妻子不能接受，但只能独自品味。在我的文字中，我常常使用中国式这个说法，引起很多朋友的反对。他们认为我动不动就使用中国式这个词，好像这些现象就只有中国有。这个批评在一些地方蛮有道理，我的确会反思，我是不是引申过度了？但对于母子共生和婆媳大战，这一点我很有把握。我认为它的确是中国式的，最多是东方的邻国韩国和我们相似，而其他国家不会形成大面积的婆媳大战，以及它背后的深层原因母子共生。妈妈为什么非要跟着儿子，非要进入到儿子的小家庭中？因为巨婴都不能独自生存，必须与另一个人粘在一起。中国的妈妈们与自己的丈夫关系质量很差，而与孩子，特别与儿子构建起了共生关系，这会导致他们难以脱离这个关系。共生关系具有强烈的排外性，对于共生关系的双方来说，其他第三方都是入侵者。儿子会将父亲视为入侵者，而婆婆会将儿媳视为入侵者，并且是一个绝对的入侵者，于是有了很大的敌意。链条6，消失的公公。婆媳大战就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战争，目的是争夺被动的儿子。至于公公，已成为了家庭中可有可无的一个注脚，没有人争夺他，除非他生命宽广而精彩，否则他在家庭中就是一个零。有一次在新浪微博上，我看到很多编剧在探讨，在影视剧中公公去哪儿了。他们也注意到公公从家庭里消失了。公公年轻时，他就想从家里逃走，而当他年富力强时，他会成为母亲与妻子的争夺对象。但他老去后，果真从家庭里逃走了，而家庭也会对他视而不见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太监也叫公公。链条7，小三儿。婆媳大战中，双方谁都赢不了。妈妈毕竟不能得到儿子的情欲，妻子也得不到，但男人的情欲总要找一个地方安放，于是妓女、小三就成了一个平衡物，而广泛地存在于重男轻女最严重的地区，并且做小三的女子也常是在原生家庭中得到的爱最少的女子。小三儿就像男人的妾一样，长时间与妻子并存。
这也是一个中国式的现象。有一次上课，老师是澳大利亚的，学员有30来人，结果那次课小三成了共同主题。课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小三现象，要么是有小三的男人，要么是女人有小三情敌，要么就是在做小三。这令老师非常震惊。他说他去过很多国家，只有在中国才发现长期小三可以如此普遍地存在着。更神奇的是，在婆媳大战最惨烈的地区，我听到一些故事，故事中的小三竟然是妈妈为自己儿子找的。链条8老男人，一些公公和岳父在大家庭中还发挥着巨大作用，甚至成为家庭问题的直接制造者。有外遇的不算，必须是主动冲突，这几乎都是因为他们执着于权力感，不容别人挑战他们的权利。但他们不会制造特别复杂的情感关系，而只是要求别人服从他，这形成不了特别复杂的轮回。任何一环破掉，整个链条都会破掉了。以上这些只是我个人对自己听到的数以万计的故事的经验性总结。作为一名咨询师，我没有创造治疗理论的决心，并不太想发明什么新的疗法，或者是有中国特色的疗法。我只想弄明白中国特色的家庭和中国特色的爱情是怎么回事。看到一个网友说，莫言只是写了中国的一些真实故事，竟然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。我写的也只是纯粹的现实，尽管有时是魔幻般的现实。这个链条让很多人感到绝望，其实也很好破。它看似一环扣一环，严密的令人悲观，但其实任何一环断裂，就可以破掉这个链条的家庭轮回。2个地方最应该破，一个是婚姻，如果能以爱情开始，那就太理想了。有了这个基础，以后都会变得很容易。一个是妈妈要好好养育孩子，让孩子内心有满满的爱。不过破任何一个链条都需要很深地认识自己，并不是一日之功。婴儿的出生是最好破的地方。一次讲课突然说了一些很动情的话，一个带着丰沛感觉的婴儿的出生是来拯救一个家庭的。若这些切断了感觉，只剩下头脑，且头脑还僵化的大人向孩子学习的话，然而不幸的是，我们更容易将婴儿弄得和自己一样，让他知道生命是粗鄙的，小的单位是大的单位的缩影。所以中国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缩影，母婴关系则是中国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。解开中国家庭和社会的轮回，母婴关系貌似是最容易的一环，但真正的责任在于每个人的觉醒。若妈妈们能意识到，就先觉醒；若妈妈们没有意识到，就请给妈妈们以支持，而不是苛责。这个轮回链条中，婴儿的出生也是最脆弱的一环。比如生孩子后，男人很容易出轨，性是一方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男人感觉被排挤了，他挤不进紧密的母婴关系。本想提醒女性注意，但后来想，其实关键是男人。女人高度重视孩子是很自然的，男人若想与妻子保持亲密，一起投入到对孩子的重视中就可以了。好的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回顾一下，我们今天主要读了中国的家庭外部轮回机制、中国家庭的轮回链条这2个专题。期待下次的读书分享与你再相逢。